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我们从来没有办法想过，台湾的花莲竟然出现一个杀人的堰塞湖。这个杀人堰塞湖，它夺走台湾10几条人命，甚至一度传出有超过了上百人失联。这不单单只是一个天灾，它更是人祸。它更是人祸，原因是因为这些人他根本不该死。你看到了，昨天第一时间水下来的时候，从下午到傍晚到晚上到半夜，有多少搜救队的人他们在抢救人命？能拉一个是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但他们觉得最难过、最鼻酸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当我知道下面有人在下面的时候，甚至有人已经被埋在下面时，他却没有力量能够把他救了出来，因为这个所谓的黑色海啸比我们想的还可怕。当你用人力进去，你才发现原来你一踩进去，你的脚里面已经深陷在这个泥沙里面，甚至你说你用大型机具去开挖，但是随时会把遗体给破坏掉。让大家觉得最悲哀的是，你好不容易把人拉出来之后，却发现一件事情，他的家属根本没有办法来认尸，因为所有的路都被黑色海啸所弄断了。而更可怕的事情，这不是结束，这只是一个刚开始。为什么？你看到从7月份它刚开始形成之后，原本好好的堰塞湖，到了昨天9月23号，竟然第一波跟第二波竟然下来超过26800座游泳池的水量，直接倾泻而下。当我们觉得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你看到了今天相关单位把最新的空拍图拿了出来，我们吓一跳。原因是因为这一张9月24号早上6点钟拍的，现在这个堰塞湖基本上已经是全满的情形。到今天早上11点钟的时候，第3次的警报响起的时候，现场的居民、现场的警消、现场的记者，他们是飞奔而逃。原因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波跟第二波那一种情况有多可怕。现在的花莲就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候，而当人心惶惶的时候，你中央跟地方还在推责任。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评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林传媒政治司法组召集人吴正峰，大家好；桃园市议员黄进平，大家平安。好，另外还有中央大学水海所教授吴作任，大家好。好，稍后还有专业专家林廷辉会加入我们讨论。志彤，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这一次早上11点钟，今天早上11点钟，第3波警报一响起的时候，全部人都在讲说赶快走，赶快走，甚至还有警消是开车子哦，对，直接跟大家讲说你们不要命了是不是？是，赶快跑。原因是因为大家已经想起昨天从傍晚、下午到晚上第一波跟第二波那种恐怖的情景，大家不想再发生了。没错，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传言有第3波的这个议题要流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因为昨天的第一波跟第二波的这个溢流来说的话，对这个我们花莲的光复乡造成非常大的这个重创。好，事实上目前为止，所以第3波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警觉。好，那么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最高的洪峰应该已经过去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目前为止最新的这个状况。这原本呢是在这个今年7月的时候，因为当时有微帕台风的外围河流到花莲降了非常多雨之后呢，它这个周边的这个坍方之后，就形成了这个马太安的这个堰塞湖在这个地方。对，那当然了，我们农政单位、中央单位跟地方单位都紧盯了这个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就没想到，因为这几天的时候，我们知道画架沙台风，照理上它这2天在花莲降了多少雨？降了800公里以上啊！800公里以上，这个当然溪水马上就暴涨之后呢，那水都灌进来之后呢，这个坝体呢就撑不住的时候，于是呢，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它出现第一次的溢流的这个状况。溢流相当短短的30分钟，我们不是讲吗？大概1540万吨的水溢流而下，相当于6000个奥运的游泳池流到这个花莲光复乡这个地方，大家当然就重创。紧接下来又有第2波洪峰，这是泥流炸弹。你被它冲走之后呢，你绝对会倒。它只要20-30公分的时候，那个是泥流，很像混凝土这样冲向你，你是绝对站不住的。但是你知道最糟是什么？假设你站不住，你跌倒的时候，你根本可能活命的机会非常小，因为你完全没有一个支撑的方式，对，整个就被卷走，整个都覆盖上去了。因为那是泥浆。现在根据农业部的最新的它的这个空拍图来说的话，
原本农业部是说大概有9100万吨的这个水，但是因为经过了好几波的溢流之后呢，目前为止的水量大概只有2300万吨，大概约莫是9200座游泳池的这个蓄水量，大概已经有75%的水都流掉了。所以大家想，应该不用太过担心的，没有，还是要非常担心。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我们就讲，虽然现在还有现在只有9200座游泳池的这个蓄水，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现在花莲山区还是持续在下雨，对，紧接下来以后，大家不用想，华夏沙台风过了就没事了，没有，紧接下来后面还有博罗伊台风在后面了，所以紧接下来大家还是要紧盯。相关单位已经讲非常明白，是，还抓4个字：红色警戒，等于是什么？它随时都会有在溢流的情况在发生的。我们就讲，实际上现在还在下雨，山区还在下雨，而且还有一个博罗伊台风在后面。所以来说，现在目前为止来说，中央跟地方，我觉得你现在也不用吵谁的责任啦，现在要赶快。紧盯这个所谓的这个堰塞湖后续的这个状况，这是早上11点左右的第3波。第3波来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市场当然都很惊恐嘛。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赶快，当时的时候，这个很多花莲的这个警校就赶快在这个光复的市区就赶快说，你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你看你想死吗？赶快走，赶快走！就在那边提醒大家。我现在讲语气当然有点急，但是这个要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急迫的一个状况，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好，那事实上我们讲，如果大家看到这个早上11点的这个所谓溢流了，说水势是相当的湍急，你看了之后非常非常紧张嘛。但是呢，当时的时候我们这个因为网络上传了很多啦，那我们水利署就曾经是持续的溢流，这叫持续的溢流。这个水我看起来我都快吓死了。对啊，所以我就说大家还是要料敌从宽，就是没有错，可能是溢流没有第1波跟第2波那么大，但是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能够跑的，能够往上这个疏散或者往别的疏散，还是要继续疏散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就讲，这一次我们就说，这一次冲进那个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约莫17个人死亡的，还有10多人受伤，因为他冲进来的水。根据他们现在居民还原这个状况，冲进来的水位大概50公分，50公分大概约莫是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大腿这个位置的这个状况。那我跟大家讲，事实上如果用海啸来看的话，海啸50公分以上的水位就能够冲倒大多数的城镇，更不用讲我们你知道这一次在花莲花莲光复这些的这个居民来说，很多都是老弱妇孺啊，对，老年人非常多，他们怎么撑得起这样子的一个冲刷呢？另外一部分，你看，如果1公尺的这个海啸就有100%的致死率，而且海水中可能带着漂流物，进一步增加危险性。我就讲。那是漂流物，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泥浆炸弹、泥流炸弹。你看，这就是这个大家开着车赶快跑的一个画面。对，你看水就这样漫过来，泥浆是直接这样灌进来。对，你看这个，你看这台车赶快跑了。对，我就觉得这很像是311地震当时海啸我们看到的这个景象。另外就很多人，因为这一次是很多人是垂直逃生嘛，他跑到楼上，你看这是他家2楼，他就说幸好我已经爬到2楼。照你可以试想，如果他还在1楼的话，你觉得他会怎么样？他就被卷走了。对，所以你说现在很多人幸好就已经赶快跑到2楼去哈。另外一个，你看很多人，你看这个在他家的楼上看到这个，你看这个油污车被冲走，你会觉得这看起来的话，如果没有这个邮局这几个字，你会觉得看起来很像是311海啸的这个画面，对。但是跟311海啸不太一样，是说这个水你看起来的话又更泥混、更浑浊的一个状况。对，事实上今天看到一个画面，大家看到更恐怖的就是这个。照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他们一个家，你看一个家，对不对？他家，这个他的这个可能合适的这个装潢在这边，对不对？你知道这他们家几楼吗？这他们家已经快要到2楼嘞。他们家，你看他已经跑到3楼。我们刚刚以为这个是在1楼，没有，他家住3楼，对，结果这是他们家2楼的。对，2楼已经被淹成这样，已经淹掉1/2了。对，没错。那你看都是，我就说为什么是泥浆？你看这下面的都是泥土啊，全部都是泥土你就知道你如果被陷在那里面，你就多惨。不是。它外面还有一台车，对，车原本停在1楼，错啊，车原本停在1楼，它被推上来了嘛，所以那实际上这个整个就是完全都是都是那种泥浆往上吹，所以有很多人就说，你看有一个他们家住在这个光复车站100公尺，他就说3面的铁窗全部都进来。铁门进来之后，然后就破坏铁门，然后老板就赶快告诉说，我听到警方广播说，赶快我就往上跑，往上跑之后，他说马上短10秒内就涌进店里面，有没有搞错？10秒？对。逃生的时间只有10秒，等于是你警报响起只有10秒，水就从3面进来了。对，警方那边说，这个洪水来了之后，10秒钟水就来了，就淹过他的这个胸口啊，然后这个水果架、电动车全部都被冲走了。他上面赶快，这时候想都不用想，赶快2楼跑。那幸好他往2楼跑。不然，太可怕了啦！10秒钟之内进来之后，我刚才讲淹到50公分的时候，你大概就跑不掉。所以你知道，实际上就是
这个命悬一线的这个状况。甚至你看，很多人这样，我就说这一次很多人可能来不及逃难，来不及的状况，这个就有人在PO在网络上面。他们家住在这个所谓马泰安溪跟193线的这个交汇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刚好这次泥水来的时候，溢流是首当其冲。那首当其冲的时候，你看他们家人跑到2楼避难，因为当时这个很混乱，你跑到2楼，你也不知道说，这个水会不会上来？你看他拨通给他的家人。他还说，这可能是最后的一通电话。当时的时候，人性在最后一刻都是赶快要跟家人道别这样一个状况。好，那因为他们就说，他们这个地方8月洋流已经被撤离过一次，这次说是垂直避难就可以，但是溢流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冲到2楼，而且还往上冲。所以他想，我在2楼我没办法，搞不好我真的会往生。所以当今天我听政府的话，我今天垂直避难到2楼，但是我下面的泥流却不断的往上。对。这也太悲哀了。对，所以幸好是他们家人后来是有往楼上去跑，所以他没有罹难的一个状况。另外，这个妈妈，这个老夫人，她讲的故事就令人家心酸。她说什么？她其实在这个太平村的这个佛祖街的一个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87岁，她的母亲是87岁的这个欧巴桑，就没想到他们就因为泥流来了之后，她来不及跑出去的时候，我就说她会被泥土淹盖，所以赵你知道吗？她当时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啊，赶快就叫她儿子、叫她的老公去救她妈妈，但她妈妈被淹没，没办法的时候，后来就因为拉不出来之后，就她妈妈现在尸体还在他们家里面，就是因为下面已经都是泥流。我就讲，你只要光看刚才这个泥水都退掉之后，全部都是泥浆，他们就是没办法，人就在那边的一个状况。然后当时他们当地人就抱怨，昨天是水就突然涌进来，如果事先知道会这么严重的话，我们就会撤离。那水进来后有没有通报预警民众撤离？我们只能够用 LINE， 还要用 LINE 互联，就是幸好有些人有 LINE， 你可能跟里长或者是跟什么村长有这个 LINE， 就赶快找和我们要赶快跑。那如果没有了就这样，那他根本就是什么？当我知道我妈妈就在这个底下，我想要去救我妈妈，尽管她是遗体了，我想要看我妈妈，我没有办法，我什么办法都没办法做。对啊，事实上这就是这一次的灾难来得又急又猛，所以来说。当然，这个是天灾没有问题，但是人祸到底为什么疏散会疏散的这个样子？那事先的警报为什么没有做得这么好呢？好，那我们就讲为什么是天灾。照你看，这是这一次从9月23号的这个0时到9月24号的这个中午1点左右，早上1点的时候的下雨量。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全台湾的下雨量哦。那我们就看这个。红的发紫到发白的300以上，你看就在这附近。对，那这附近来说，我讲光复约莫是在这边，所以等于是这一次的光复大概也是下雨下了非常大的800毫米。那800毫米是什么意思？赵和你知道吗？你看有人就形容它是白色巨刃，一把刀这样一个状况。那800毫米是什么？花莲年雨量才2200到2300呢，它等于是一口气可能在1-2天的之内，它下了大概1年1/3的雨量下在这个地方。对，为什么说现在大家还是要格外提高警觉？你看这个华萨加台风已经到这个香港到中国去了，但我们不要忘记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博洛伊台风在后面。我觉得大家也先不用去讲这个谁要负这个责任，赶快把后续的处理完。因为第一个，目前为止还在持续溢流，在后续还有雨量，还有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博洛伊台风，大家还是要随时提高警觉。志明，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这一次根本是一个黑色海啸？刚刚讲在这水加泥沙下去，你被卷到是没有办法逃的。你被逃之后，你就完完全全被困住在里面，直接死亡。这情况有多严重？我们特别截取了这几张照片，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傻眼。为什么傻眼？你看到这一台货车上面竟然覆盖这么厚、这么高的泥沙是在上面，你就知道当下情况有多危急了。在今天这个部分的溪水退去之后呢，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照片呢。你看到这些照片，你会觉得说，这不只是泥沙，感觉像泥浆一样，因为几乎都把这些车子给快要淹没过去了。这还是货车哦，你可以看到一台一台的这个车子，只剩下它上面的这个车斗。对，然后你看。居民只能站在那个屋顶上，无语问苍天。因为就像刚刚世聪哥跟大家讲的，政府第一时间那时候通知他们要撤离的时候，还有人就是说垂直往上避难，站在了这个屋顶上，也只能看我能避到哪里去，因为到处都是洪水，来得又急又快。而当水退去之后，这些泥浆、淤泥全部都还堆积在他们原来的这个地方，而这是今天给大家看到洪水退去之后的这个，这个是所有人都在抢救他的家园，结果每一个人都在铲那个泥巴，
太厚了吧？因为没有办法一时间清除，只能看出现这种怪手和重型的这个机具，去慢慢的把它这些抢救，把它抢修。那其实你看到昨天这个视角，我先跟大家是，其实在昨天发生的这个事情了之后呢，屏东跟这个台东就近啊，都派出了大量的这个消防队员，像屏东他们就出动了23个人，8台车，7艘这个救援的这个救在艇，泥浆里面救人的，他们在泥浆里面游过去啊，他们带着急流装备，还有像台东也带着潜水装备，他们在游泥浆里面直接游过去，要去找看有没有被困的受困民众。像屏东消防队、特搜大队跟第1大队，他们这一些队员就努力的到了这个全部被这个洪水啊，已经你看淹到1楼屋顶那么高了。然后当时呢，那个影片里面还传出来有消防队员的声音。潜下去看一看，他的门牌是不是75号、80号什么等等，他们要确立门牌是不是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料，而且要进去看看有没有民众受困在里面，所以想办法冒着生命危险，他都在跟时间赛跑，争分夺秒的都想要救出受困的这个民众。那不只是这样查看被淹没的这个1楼民宅，而且涉水的这个游泳前进，你看到水退去了之后，慢慢有些地方退了，虽然是晚上，然后你看他们从这个屋里面。还要扶着年长者、身心障碍的人，背着的，背着他，因为他们已经吓死了，因为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行走。你看那个地面上都是泥泞，而且真的是没办法走，脚可能插在那个泥浆、泥泞上的地面上，他是可能拔不出来。所以还有一幕呢，也让人家觉得患难见真情。现在因为我们打了马赛克，那可是依稀看得到一个消防队员抱着一个年纪很小的小朋友、小弟弟坐在了这个大腿上面。那是因为他们进入了一栋民宅，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在里面，结果呢，消防队员就跟他说：“弟弟不要怕，我们带你出去，马上带你出去。”所以你看到那个小朋友，我们马赛克的关系，观众看不到小朋友其实脸上是一脸惊恐的样子。经过了一整天，昨天白天中午开始这个溢流溃决之后呢，一直到晚上，你看消防队员找到了他，把他这个救出去。你看他整天那个幼小的心灵，他有多么受到很大的这个惊吓。而这也是在这个昨天晚上陆陆续续，其他的这个屏东、台东县消防队去驰援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画面。对，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是花莲县光复乡。光复乡其实在日治时期旧称马太安所以这次的马太安溪就在这边，你看到没有？马太安溪那死伤惨重的地区都集中在这里那你要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救援的时候，还有消防队员，你看到一个橘桶不是装救援物资，竟然是装小弟弟，还有装小婴儿，用橘色的这个大桶子去救着他们。那你看，把他们带出去啊，所以这一幕一幕的画面让大家看得很揪心。曾几何时，就像刚刚世聪哥说，我们碰到了311大海啸，然后日本很多的这个城镇、沿海的乡镇都被淹没了。对，那结果没想到，在花莲县位于海岸山脉跟中央山脉之间的光复乡，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淹没整个光复乡的一个状况。而还有一幕的这个照片，就是世界展望会台湾世界展望也在搜寻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是6岁的小新。那他呢，也是世界展望长期在关怀追踪的这个对象，可是现在到了他的这个家里面，才发现说他家里已经变成这个样子，都已经被家具东倒西歪，然后全部都是非常的这个乱，然后都是被洪水淹没的地方。可是小新这个妹妹找不到，因为小新的妈妈她也在这个外地工作，她也担心说她去哪里一时之间联络不上，所以光复乡这一次灾情惨重，大家也希望说能够尽快找出失联的民众啊。吴教授，我们今天有太多的问题想要问你，我们刚刚谈到非常非常多，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现在红色警戒还在等于说你只要再一点雨势，或是台风来了，它下一次就会发生一样的事情，甚至说。为什么大家想问的是这一次的灾难怎么会在台湾来发生？我们刚刚讲的黑色海啸，它的威力真的有到这么强吗？好，为了要回答这问题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个水槽，还有我的一个笔电。那我想要来回答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堰塞湖是一个这么破坏力这么大的？对那我先讲一下我的背景，我本身在康奈尔大学是念海啸。那当时我们在做海啸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溃坝来模拟海啸的运动所以呢，这个溃坝出来的洪水呢，其实跟这个海啸是很类似的。所以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山上来的一个海啸。山上来的海啸。是的，山上来的海啸。那我现在呢，就用我平常以前我们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呢，经常用的一个曲槽然后来跟各位展示一下这个海啸溃坝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一个海啸。对。那我现在呢，用一个这个信用卡，然后呢，这是我学生的信用卡然后呢，这个把这个水往这边移动，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呢，最后会累积起来，就好像一个堰塞湖一样。之后呢，我把它打开，对，
这时候你会看到说，它前面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叫做我们称之为涌潮。涌潮的意思就是说，它在这里面呢，其实是一种类似水药的现象，就是跟上一次有消防员在这个堤防那边被卷进去以后就起不来是一样的概念。OK， 所以它在滚动的过程当中呢，只要有任何的人在里面，很有可能就会被卷进去。哦，那同样的，对，除了人之外呢，我们脚下踩的，它一路从上面滚下来的时候，地上的泥巴也会被卷进去。所以呢，我再做一次啊，大家注意看一下，我再做一次，把这个用这个堰塞湖呢再临时产生一次，然后3、2、1，溃皮。对。好，再看一下这个。对。好，这个是很漂亮的一个涌潮。好，那这涌潮呢出现的情况就是说，当这个涌潮就是溃坝的出现的时候，它撞到了一个结构物的时候，结构物后面是没有水的，前面是有水的。就好像你今天冲撞我，对，如果我后面还有其他人帮我挡着，我就比较没事。可是我后面如果没有人挡着的时候，你一冲过来，我就可能会倾倒。对，这就是桥梁或者是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很经常就会被卷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桥，尽管它好像很坚固的样子，但是这个下来之后，这桥完全是被瞬间性被摧毁掉的。是的，是的。那我这边也准备了一个这个电脑的动画啊。这电脑动画呢，在展示的就是说，当我一个溃坝出现的时候，那我这边放了很多桥墩。对。啊，那这桥墩呢，这个各位看到下面的黄色是泥巴，上面的蓝色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水。那我们可以看到泥巴跟水呢，在溃坝产生的时候，它会卷动底部的泥巴，然后带着泥巴呢，一路往下面去运动。这也就是呢，为什么我们在下游的时候会看到这么多的淤泥。所以它等于是上面的堰塞湖，它下来之后，它是一路卷这个所谓的泥巴，直接一直下来，所以到光复的那里，我们才会看到为什么是一大片黑的。是的，它等于从山上一路这样下来的，它不是在堰塞湖里面，它是一路下来的。对，它一路下来的。它事实上堰塞湖里面其实就已经累积了很多，那下来的时候又再把一路河道的这些泥沙又顺便再带下来。所以才会产生到后面整片都是泥巴。对，所以这种山上的海啸来说，这台湾第一次这样建，所以它的带来的杀伤力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大很多。泥沙在里面呢，看起来很浑浊，但其实真正的推移力还是属于水的部分。对。但泥沙它的问题不在于杀伤力，而是在于它会阻碍人的行动。也就是说，我本来今天水只到我们的办公室，只到我的膝盖。我如果是在干净的地上，我可以跑得很快。对。可是我到了泥滩地，那就惨了。哦，所以它完全是，譬如说我今天想要跑，它是完全把我锁住，它完全是把我困住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今天想要跑，我没办法跑的话，它下一波它又突然来了。对。哦。所以泥巴是阻碍人员的逃生。对。但真正的主要的力量还是取决于它的水流量有多大？对，那这种流量呢，它的特色在于说它有很强的问流的行为。那我这边事实上还有准备了另外一个啊，在这里啊，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溃坝的这个模拟。这溃坝模拟呢，就是当这个水体呢撞到结构物之后，啊，这水下来了，然后它撞到了结构物，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水花。那产生这个水花呢，其实就是各位在这个画面上，在新闻上面会看到很多的这种现象。那我下面放了2张图呢，一张是代表它的结构物受力的这个随时间的变化，另外一张图呢代表的是它的速度随时间的变化。那我们就看第一张图哦，它代表说一开始水呢还没有到，所以呢结构物没有受力。接下来呢水到的时候呢，结构物受力就暴增，通常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结构物非死即伤。哦。那如果是人的话呢，那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对。那像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呢，其实就是我刚刚秀出来的啊，就是这个。大家注意看一下啊，当它冲下来的时候，在经过这些结构物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行为呢，是不是就有隆起的水？对。这隆起的水呢，是不是就跟刚刚的新闻上面我们透过这个很多障碍物一模一样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对，所以我想问的是，那现在大家都认为说，从昨天已经下了已经溢出了这么多的水之后，它未来等于是它的这个坝体已经变得没有那么稳定嘛？甚至说，只要在一点点的雨量，甚至有台风，跟我们刚刚讲，如果有雨势下来的话，它的危险性是非常高的嘛？好，我这个堰塞湖啊，在大部分情况之下，通常都是非常的结构不稳定。对。
当然也有一些是后来发现好像还可以撑得住，后来变观光的也有。但是呢，结构不稳定居大多数，更何况这是发生在我们的这个海岸山脉之间，那是属于这种断层的挤压，挤压出来的结构通常是蛮破碎的。这也是为什么相关单位会期待说，这破碎结构水蓄不住，它会泄掉。但是我们这赌输了，对，它雨降来的更多，它还来不及泄，雨就上来了。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又加上我们有看到这么多的泥，我们可以大概比较可以合理的猜测，它其实它的底床保水性、透水性的不是很透水，它还保水性还蛮好的。对。那如果是这情况之下呢，下一次如果再有雨来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它的水又会累积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几个动作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设法让这个堰塞湖不存在。我甚至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但是需要很仔细的评估。既然现在人员都疏散了，对，剩下的水也不多，对，是不是应该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去把这个坝体来做一些？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坝体里面还剩2300万吨水，加上现在光复跟其他的这些乡镇都已经陆续撤掉，对，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要解决它的时候，对，干脆把它炸了，是这个意思？不一定是炸了，就是想办法让在上面的水或者是坝体，让它至少减少高度。那因为整个炸的话，它水体量还是蛮惊人的，我们还是要去小心的评估，让它水是比较 gentle 的、比较稳定的这样流下来。那最主要是让坝体不要再存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台风是不是又会带来一个豪大雨。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又会产生第二次的堰塞湖满水位，又再发生溢流？像这次的溢流，其实不光只是溢流，它有包括溢流，又包括有部分的一个溃坝的行为，所以才会发生说第一次水流一流，后来又长高了一些，那又来第二波，第二波很明显的就是它坝体崩了一些，那第三波又崩了一些，对，所以呢，那第四波如果再崩了，那是不是可以在掌控的范围之内？对。那如果可以在掌控范围之内的话呢，是不是在我们利用这宝贵的黄金时间，因为下个台风又要来了，对，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些事情？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